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斯，今天要继续来玩《碧海海中生存》。前面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系列的介绍 PV， 因为集数也只有短短的10集，所以我们的 PV 也是偏短的。但我觉得完成度还蛮高的，对不对？原本这边真的是整片都是海带的深海区域，就像后面那边一样。然后被我盖了一些建筑之后，然后插个火把，放个珊瑚。就变成海底的都市了，对不对？海底的城市啊，可能不到都市。建造水下都市这件事情，就是我第1集的时候想要做的事情。虽然只有短短10集，但我觉得真的是每一集的内容都满满的。那总之，我们就下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城市的东西吧。这个系列的话，我总共盖了2个区域，很完整的2个区域哦。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介绍。第一个这个地方就是珊瑚的街道吧，应该这样讲。左右两边都是用了很多的珊瑚，而且我也有用了一些的灵魂沙，这是我私底下后来加上去的，增添一些气泡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有氛围，对不对？就是海里面的气泡的那种感觉，你们懂吗？然后第一栋建筑就是这一栋，这是我家哦，它是一栋红色珊瑚屋顶的奇幻风格的建筑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。外面还有种一些的这个系列我加的模组叫做梭鱼草的花。几乎所有的建筑呢，我都尽量不用到模组的建材，就是想要让大家也知道原版的建材可以这样盖。虽然装了模组，没有盖模组的建筑有点怪怪的，就是了。至于大门的话，因为原本有一个水流的痕迹，所以我把那个入口的部分改成地板门了，真的很麻烦哦。这个进去的方法，怎样？为什么这边会？等一下，这我家入口怎么会生河豚啊？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呢，有养2只鱼，一只是狗鱼，然后一只是梭丝。它是大梭鱼，也就是模组里面新增的动物哦。这栋建筑到最后其实也都是当做仓库用的，里面也没有后续再盖东西了，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尽快把这个街道的一部分功能完善。这一开始连覆膜都没有，所以盖的其实很痛苦哦。然后在我家对面的这个地方是一栋玻璃为屋顶的一个农庄建筑吗？应该这样讲。这边有弄一个高低差，这样走上去。大门的入口我也有把它改成地板门，这样就不会有水流的怪怪的样子了。我们从海里面往上看的话，天空是真的很漂亮哦。那内部的话也算是有内装吧，就是种满了这个马铃薯。我这个系列都在吃马铃薯，原本还想说要盖个牧场之类的，有没有？从下面这样往上看，真的是超漂亮的。这就是我想要盖的其中一个建筑类型哦。好，这样我们可以出去了。嘿，我怎么听到一个怪怪的声音？我听到了，那个是我们海底的住民哦。前一阵子我在开直播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骷髅马
在那个海里面，然后就诞生出了这些骷髅马哦。他们背上的骑士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是不是死掉了？他们会淹死吗？然后再来是这个地方，这一栋建筑呢是我们街道区最大最壮观的建筑吧。它是一栋放村民的建筑哦，然后把它盖得比较偏向宅邸的感觉，就很豪华的样子，有没有？只可惜因为是在海里面哦，所以呢它的屋顶有点偏暗。那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加了一些荧光石上去。总之，这个样式看起来还蛮豪华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外面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前面我也放了一些的桌椅，有没有？这样可以看我们整个街道。可惜没有居民在这边啊，如果有居民会看起来更酷，有没有？还有再盖一个商店街之类的，但那些没时间盖了，所以就算了吧。然后里面这里的话就是长这样子，满满的村民，就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村民街道啊。这边还有一只雪人呢，如果出猪人的话，他会在这边一直丢他，猪人也攻击不到他。内装的话就不要多看了，因为如果盖内装的话，说真的，我大概这个系列会有一半的时间出不了影片哦，会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搞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区域，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样式吧。3栋建筑围起来，再来是第二个区域的话，我们从这个入口走过去的话，可以看到有一个广场的感觉。没错，它就是广场哦，不是感觉。中间那个地方我放了海灵核心，像这样子我们可以走到中间，有没有往下的感觉？这种高低差的广场是我一直很想盖的，它算是我们在海里面建筑最重要的设备之一吧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也可以算是我们海底建筑的中心点。周围的话，我放一些的玻璃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有魔法的感觉，而且有气泡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还不错，对不对？主要都是以蓝色系为主，因为海灵核心是需要蓝色的那些海灵石来驱动的。然后往右走的话，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地狱门。这个地狱门呢是用中介石去盖的，乳白色系的，有没有？因为海里面最适合的建材其实就是白色的，但因为我也那时候没有幸运，所以石英之类的东西我也懒得去取得，就直接去中介挖中介石回来盖。这样子的样式也还不错，有没有？上面是漂浮的地狱门，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祭坛的感觉，从这样下面往上看的那种氛围真的很炫啊。这个是模组的鲨鱼灯哦。这个地狱门是我很喜欢的建筑之一哦，缺点就是背景呢全部都是黑色的，如果盖在山顶上面的话，感觉会更壮观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是海中生存系列，就不要想太多了，至少它是个漂浮在水中的建筑，这样也蛮符合主旨的。然后对面的话，这里就是一个烽火台的祭坛，然后这个祭坛周围呢，全部都是用黑色系，因为我的海中生存就是目标以多样色系的建筑去完成它哦，所以呢这边就黑色，然后上面就是一个魔法阵，这样看起来真的很庄严，对不对？私底下的时候，我有再多加了一些的海草啦，所以这样看起来会更有遗迹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亮亮的，然后从这边正中央中心点往上看，就是一个六芒星魔法阵，很中二，我喜欢。那最后一栋建筑呢？哇，真的是很快啊！就是我在这个系列的城堡建筑哦，龙宫城建筑。我已经好久没有盖这种日式和式的建筑了，所以一开始盖的时候还蛮担心我会不会盖不好的。不过结果来看的话，是真的蛮像龙宫的，对不对？周围也有一些的珊瑚来做衬托，应该还不错吧。2楼中间也有好好的在铺墙壁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海里面的特色就是会有很多热带鱼，常会有热带鱼在我这个广场这边游泳哦，这种感觉真的还不错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东西呢，
里面算是有内装的，就是一颗龙蛋。我每个系列基本上都一定会盖到龙蛋建筑。这个龙蛋建筑就是用那个叫什么啊龙工程去包住的，特别高贵啊！只为了它，我盖了一整座城呢！我的天啊！哇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吧。哇，终于是完成了这个系列。然后这个系列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我在水上的话，看起来真的是很漂亮，全部都亮亮的，很醒目。不过一进到水中，就会有一种黑黑的感觉。哇，这比较可惜啊。不过没办法，毕竟是在水中盖建筑，没有什么光影包可以就是让我很满意的。这个光影包已经算是最好的了吧。还有这个东西呢，也是因为在海里面，所以特别的黑哦。如果有深板岩，我真的觉得深板岩会更好啦。OK， 那以上就是这个海底系列的建筑，虽然短短的，但因为某些原因，像是版本比较旧一点点啊的关系呢，所以我想要提早把它完结。其实真的是发展的很完善的，对不对？该有的设施类的啊，就什么烽火台跟那个呼吸用的，还有一些装饰用的跟实用性的地狱门之类的建筑，全部都有在里面呢。那现在刚好是晚上了，也差不多要在这个系列画下句点了。总之，感谢大家的长久以来观看，也才20几天吧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系列有兴趣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按个订阅。我是阿斯，我们就下个系列再见，拜拜。